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上一集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什么是灰管，还有为什么房屋保险拒保灰管房。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请先点右上角的连结观看哦。这一集我们就接着来和大家介绍要怎么把家里的灰管换掉，还有呢，在施工的内容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重点。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那要把房子里面的灰管换掉，会不会很麻烦呢？这个是一个好问题。那我们从工程实力的角度来讲好了。那第一种情况呢，它比较单纯就是你的房子里面只有进水管的部分是灰管。像这个房子，就是它的房子本身的暖气呢是使用 furnace， 它是风暖的，所以呢房子里面只有进水管部分是灰管。那这个部分是相对简单，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费用了。好，那这个费用呢，大概是小1万，也是1万出头，我们就可以把房子里面的进水管全部换掉，并且把墙壁补平回去给你。工期也比较短，大概花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把那个房子做好。因为我们在换灰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屋子里面的很多墙壁都打开嘛。我不建议你这2个礼拜是住在这屋子里面，因为呢，我们把它冻补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填上灰，然后我们开始磨灰，对不对？那这个磨灰会掉下来很多细小的 PM2.5 的粉尘，那这些粉尘呢，可能就会造成你居住上面的麻烦，所以建议你呢，就找一个时间，回国度个假。像这个屋主呢，就回了台湾，他刚好就不在，那房子就空出来，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工程，这样是最好的。工程本身真的并不久。那第二种情形呢，就比较复杂了，就是有些房子除了进水管之外，家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水地暖，是用水路来去驱动家里面的暖气。它在这个水路的里面呢，也都是密密麻麻的灰管，而且这个水路大家都知道嘛，灰管不是怕热吗？在这个水地暖的房子里面，最快容易发生问题的，反而都是这些暖气的管子，而不是进水的管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工程范围就会变得比较大，你可能要把家里面的暖气利用这个时候去更新。那更新的方案，当然你可以把它换成 baseboard heater，这是一个最便宜的方法。只要你在电力足够的情况之下，换 baseboard heater 这个工程，大概也就是一个小1万的工程，那也还好。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裕的话，你也可以更换成热泵的系统 ，HVAC 的系统，大约你可能会花到3万到4万，以这个2000多尺的房子，那它会比较贵一点。那当然 HVAC 有个好处，就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嘛，冬暖夏凉嘛，而且呢，相对起来也比较省电。这样大家可以看这个预算，然后自己做这个决定。那总之呢，2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只换进水管就相对简单，2个礼拜就能搞定。那第二种情形呢，你还要更新暖气，那可能这个工程呢就会到1个月以上。师傅，我发现你不只有换了灰管，还把热水的锅炉上面的管子都换新的。对啊，就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热水锅炉上面的管子。我为什么要把锅炉这边换掉？锅炉这边呢，我们还是用了铜管，这也是一个讲究哦。我们刚刚不是讲了 PEX 它的耐温到多少？工作温度应该要在90度以下，对不对？那我们在锅炉管的这个刚出口的这个地方，当它在烧水的时候，它就会让这个附近的温度很高，附近的温度就可能会高于90度。那这个对 PEX 管就会造成老化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锅炉附近呢，我们最好用黄铜管或红铜管的金属管。冷水进来的上方呢，我这边还帮它接了一个排气阀。自来水管里面呢，都一定有气泡。如果呢，我们让很多气泡跑到锅炉里面，一加热之后，那个气泡是不是膨胀？锅炉压力是不是会增加？气压一旦增加了，是不是这里面的寿命就会减低？我们这边呢做一个排气阀，它就不会造成锅炉的内部压力一直这么大，造成锅炉的寿命减低。所以这个帮它装了一个排气阀。
好，那既然呢我们要换灰管，那我们当然是要把这进水管的系统呢优化一下。那通常呢在加拿大我们常见的2种的接进水管的方式。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一条冷水管，然后这条冷水管呢一分为2，其中一个呢进热水炉啊，给热水机烧水。另外呢第2路呢就是去供应全家的冷水啊，一条管子串全屋。再来呢热水流出来呢也就会有一个热水炉的出口嘛。那所以这个热水炉的出口呢，也是一条水管供全屋。那这样子呢，感觉起来非常的省材料，对不对？就是一条管子串全屋。那但是呢，这种接法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哦，一条细细的供水管，细1/2哦，1/2寸有多少？它就跟我们的小拇哥一样细而已。哦，这样的水管哦，要串到全屋去使用。那你在第一间浴室在使用的时候，你第2间浴室的水是不是就会变小？那我们家里面只要出现同时用水的情况呢，就会发生水压降低。当然呢，我们在用水的体验上面就会变得很不好。然后再来呢，锅炉的负载比较大，因为出来的水管比较小，也要供全屋，所以锅炉出来水管的压力就会变大。第2种接管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并联接管。那什么是并联的接管呢？就是呢，我们从主供水管直接接一条跟主供水阀同样尺寸的管子到锅炉进来。然后热水的部分呢，这个出热水管的部分呢，也是用同样尺寸，也就是3/4的市政府的尺寸，帮它接一条主热水管出去。也就是我们看到有2条主管，主冷水管和主热水管。这条主冷水管，小李哥分了1、2、3、4路。热水管呢，也分了1、2、3、4路，其实还有第5路啦。我们第5路呢，这个是地下室。这个呢是1楼的洗衣房和1楼的厕所，然后呢这个是1楼的厨房专用的哦。这边呢是楼上的2间浴室。我们在主水管之后，我们再分叉出来比较细的分支水管并联，也就是说呢，当厕所在用水的时候，它并不会影响洗衣房的用水，它的水流量也会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们用水的体验上来讲的话，会比较好。这种粗的管子是3/4的管子。这种细的管子是1/2的管子，肉眼看这2个管子的管径啊，差距不大，对不对？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数学上计算面积是比较平方，对不对？所以它的实际的通过的水流量，这个管子是这个管子的2.25倍哦。你用分叉的方式，每条水压和水流不减损的情况之下，当然这就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这样的施工呢，使用材料就会比较浪费，那所以价钱也是变高嘛。但是呢，为了客户的用水体验，我们多一些工程，多一些材料，也应该都是值得的，对不对？对啊。师傅，我在开动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很搞笑的东西哦。哦，真的吗？我给你看。好，谢谢看。你看哦。里面全都是线下推板哦，这很多垃圾哦，全都是。你看，哇，那边还有一片。对啊，超多的。其实这个情况有些时候哈，在这边算蛮常见的啦。我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因为所谓的工程垃圾哈，在加拿大有一个东西很麻烦，就是我们用的这种墙板、这种灰板。这个灰板呢，要拿去丢呢，要验过石棉啊，然后要送特别的回收厂啊，其实它丢起来不好丢。那所以呢，有些装修工呢就图方便嘛，因为墙封起来没人看得到，他就把那些灰板的垃圾往里面丢。真的很夸张了。那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先讲，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非常没水准。但是呢，为什么我还笑得出来呢？其实我想想，我真的要批判这种事吗？就是感觉好像很没水准。但是它会不会对客人的权益造成影响呢？或者是会对建筑造成影响呢？好像我也讲不出来，它一定会造成什么影响啦。那我只能说，就是你把本来已经跟客人收了钱的要去处理工程垃圾的费用，然后再把它埋进墙里面，我只觉得第一来有点不道德啦，二来我觉得你做这种行为就好像把垃圾丢到人家家里，就实在有点没水准。没错，对，就这样子而已啊。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施工的人品。如果今年你找一个装修工来，他施工是这样的水平，和施工是这样的人品的话，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他在你做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发生一些你不想看到的状况呢？好，那这也是我们判断人的一个方法了。那刚好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供大家参考咯。好，
关于会馆的介绍，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如果您看完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看法，或是您家的房子也曾经因为会馆老化漏过水，都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如果您有装修的需要，您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给小李哥，我可以给您最直接的帮助。如果您住得比较远，有任何的装修问题，也欢迎您直接留言，小李哥会尽可能的给大家最详细的回答。当然，请您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拜拜。